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就在俄羅斯，因為掛科不及格，真的要被拉到前線。火箭軍開始不相信，去搜集了一些信息，發現還是低估俄羅斯了。不僅是真的，居然還有更抽象的。大家想象一個畫面，左邊是泥濘冰冷、炮火連天的東歐戰壕，士兵們在前線緊張的作戰；右邊是閃爍着氛圍燈的電競房，一個少年正喝着可樂，盯着屏幕上的策略遊戲《鋼鐵雄心4》。如果有人告訴你，在俄羅斯精通這款遊戲，不僅能讓你免除上前線當炮灰的命運，還能讓你被軍方奉為座上賓，聽起來像不像一個地獄笑話？但這恰恰是真實發生的奇聞。而且，如果你還是在校學生，還能獲得30萬盧布的獎學金，這到底是俄羅斯的又一場鬧劇，還是普京的陰謀詭計呢？而就在俄羅斯用打遊戲忽悠年輕人入伍的時候，烏克蘭居然打出了全球首例海上無人機聯動對空攔截的實戰。這個構思和戰略眼光極其狠辣，背後是不是前輩指教呢？今天火力軍帶大家一起來看看。在這場招募狂歡中，最賣力的是阿拉布加理工學院。這所學校的招生廣告非常直白，直接把《鋼鐵雄心4》的遊戲畫面剪輯進去。廣告裡給出明確的承諾，只要你來這裡一邊上學一邊負責組裝和操作無人機，不僅能算作服完兵役，每個月還能拿到豐厚的工資，甚至可以衝擊高達30.5萬盧布的獎學金。為了擴充產能，他們甚至打着國際職業發展的幌子，把注意打到了在家玩遊戲的年輕人上，坐在恆溫的控制室裡，撥弄着熟悉的搖桿，就能拿到高薪，還能名正言順地遠離前線。對於那些到了服役年齡的年輕人來說，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但現實往往非常骨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大學生爭先恐後地去簽這種帶有致命風險的軍工合同？答案只有一個：外面的世界更加可怕。時間來到2026年，俄羅斯的兵源壓力瀕臨臨界點，整個國家機器開始向下瘋狂碾壓，將傳統的春秋2季徵兵直接改成了全年無休的滾動徵兵，全年的目標人數直接飆升到了26.1萬人。隨着電子徵兵系統的全面聯網，只要名字進了系統，想躲都躲不掉。為了填滿這個龐大的人頭指標，各地的招募手段打破了所有常規，不再是發傳單，而是直接向各地的企業強行攤派名額。一家100人規模的公司，如果不能按時交出幾個員工去前線填戰壕，整個企業就面臨被查封的危險。連那些剛剛拿到俄羅斯護照的入籍移民，也會收到明確的通牒，去前線證明忠誠，或者剝奪公民身份，直接驅逐。在這樣的高壓社會環境下，大學校園也無法獨善其身。在莫斯科物理學院技術這樣的頂尖高校裡，軍方的招募官直接盯上了那些平時成績不好、面臨掛科風險的學生。招募官開出的條件直擊軟肋，只要你辦理休學，簽下一份為期1年的無人機部隊服役合同，軍方保證你平時只待在距離前線20公里外的安全大後方，並且會一次性發放高達500萬盧布的簽約費。等1年服役期滿，你還能免試重返校園繼續學業。一面是隨時可能被強制徵召，塞進泥濘戰壕的恐懼；另一面是500萬盧布的巨款和留在後方無人機的承諾。在巨大的徵兵壓力下，許多學生認為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在2026年的俄羅斯，掛科的代價就是被送上戰場。為什麼俄羅斯現在既手段的徵兵？為什麼大學裡只要會打遊戲就能待在後方，免除填戰壕的風險？視線轉向前線，戰場上的傷亡數據給出了最血淋淋的答案。向各位将軍匯報，截止到2026年4月25日，根據 BBC 俄語與地方媒體交叉認證，俄羅斯開戰至今陣亡士兵達到了21萬人。但是這個數據是身份確認的，只計算公開渠道能查詢到的，實際陣亡外界普遍認為在28到35萬。所以俄羅斯每天要在全國各地砸下2300多萬美元。這種撒幣背後是因為他們在前線正被對手按在泥地裡瘋狂摩擦。一位烏克蘭前線指揮官向外界披露，在蘇梅和南部戰線，由於完全缺乏重型裝甲的掩護，一名俄羅斯步兵從離開掩體暴露位置到最終陣亡，平均存活時間僅為10幾分鐘。這一數據被廣泛討論。在鋼鐵雄心4這種策略遊戲裡，這點時間連走完一個新手教程、排布一下兵力都不夠。但在真實的泥濘戰壕外，這就是一條人命的保質期。面对這種绞肉機戰局，傳統步兵的推進已經徹底失效。俄羅斯高層只能把破局的希望全部押注在漫天飛舞的沙赫德无人機上。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需要海量的大學生去組裝，去坐在屏幕前操控這些飛行炸彈，試圖用數量優勢去癱瘓對方的防空網。但戰場上的技術迭代從來不講情面，俄羅斯還在焦頭爛額的到處抓大學生當飛手，烏克蘭已經掏出了一套能夠顛覆戰場的黑科技。在現代防空作戰中，有一個讓所有國家都頭疼的死結——拦截成本。俄羅斯發射一架沙赫德无人機，成本大概10萬美元左右。
如果烏克蘭用價值幾百萬美元的愛國者防空導彈去攔截，這就等於用金條去打水漂。為了打破這個成本黑洞，烏克蘭在2026年4月打出了一張震驚世界的底牌：水面無人艇 USV 和 Nexus 攔截無人機的跨界融合。2026年4月19日，烏克蘭時間夜間22點15，俄軍沙赫德136自殺式無人機從克里米亞戰科1空軍基地起飛，目標敖德薩市伊茲梅爾港。與此同時，黑海西北部烏軍第412獨立無人系統旅操作着攜帶 Nexus 高速動能攔截無人機的 Magra V7.2 隱身無人艇，靜靜地躺在敖德薩以南約60公里的黑海，那是俄軍必經航線。22點17分32秒，突發狀況，無人艇的紅外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個微弱但清晰的紅點，俄軍無人機來了，高度42米，速度185公里每小時，正貼着海面直撲敖德薩，距離只有4.7公里，轉瞬即至。22點17分45秒，操作員在後方地下指揮站心臟狂跳，手指死死盯着屏幕，1秒不敢耽擱，快速確認不是海浪，不是海鳥，就是沙赫德，單機突防沒有半飛。22點18分09秒，就是現在，操作員果斷按下發射鍵，只聽啪的一聲脆響，Magra艇的隱蔽艙蓋瞬間打開，第一架 Nexus 攔截機垂直升空，引擎瞬間拉滿，時速直接飆升到300公里每小時。像一道黑色閃電朝着沙赫德猛衝過去。22點19分15秒，追逐戰正式打響。Nexus 爬升到50米高度，紅外導引頭死死咬住沙赫德的發動機熱信號。沙赫德左右激動，試圖規避 ，Nexus 都像復古之軀，死死跟在身後，距離不斷縮小。22點22分03秒，就是這一秒 ，Nexus 以28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正面撞上沙赫德的機身中部，瞬間強光一閃。伴隨着劇烈的撞擊聲，沙赫德直接解體，碎片起火，像一顆火球直直墜入黑海。22點22分10秒，操作員立刻確認戰果，紅外屏幕上目標徹底消失，海面上只剩下燃燒的殘骸，攔截成功。這套戰法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烏克蘭並沒有把防空陣地死板地設在城市邊緣，而是將滿載 Nexus 攔截無人機的水面無人艇悄無聲息地撒到了廣闊的海面上。當俄羅斯的沙赫德無人機群剛剛掠過海面，準備撲向內陸目標時，水面上的無人艇立刻進入自動擊戰狀態，發射管瞬間開啟 ，Nexus 攔截無人機彈射升空。這款無人機的最高時速超過250公里，它不需要攜帶沉重的爆炸戰鬥部，也不需要昂貴的雷達導引頭。它在空中鎖定沙赫德無人機後，直接以野蠻的動能撞擊方式將目標在半空中撞得粉碎。真正讓俄羅斯軍方感到絕望的是 Nexus 的造價，這款能夠實施精準空中絞殺的黑科技，單價成本喪心病狂地壓縮到了1293美元。1293美元換掉幾萬美元的沙赫德，這場發生在上空的碰撞創造了歷史。當攔截武器的成本比進攻武器還要便宜幾十倍的時候，俄羅斯精心算計的防空消耗戰就徹底破產了。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烏克蘭不僅在防守端打出了降維反擊，更在進攻端直接切斷了俄羅斯的戰爭大動脈。打仗打到最後，打的全是錢，俄羅斯能夠支撐高昂的陣亡撫恤金和每天上千萬美元的徵兵開銷，全靠源源不斷的石油出口。烏克蘭的戰術目標非常明確，繞過前線僵持的泥坑，直接去炸俄羅斯的錢袋子。2026年4月，烏克蘭的超遠程無人機群猶如無人之境，精準命中了俄羅斯腹地的圖阿普謝和塞茲蘭煉油廠。這不是簡單的戰術騷擾，而是直擊工業命門的癱瘓式打擊。巨大的儲油罐在黑夜中爆發出衝天火光，濃煙滾滾，綿延300多公里。核心的煉油塔和蒸餾設備被炸毀，導致這兩座關鍵的能源樞紐被迫全面停產。這次打擊引發了連鎖的系統性雪崩。根據專業機構的測算，煉油廠的停擺直接導致俄羅斯在2026年4月的原油產量比去年底暴跌了每天整整60萬桶。這是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俄羅斯石油產量出現最慘烈的斷崖式下跌。前線在瘋狂燒錢，後方的造血器官卻被生生的切掉了一大塊。視線重新拉回那些坐在大學宿舍裡正考慮簽下無人機操作合同的俄羅斯年輕人，他們以為自己抓住了不用上前線填命的免死金牌，但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龐大的戰爭機器其運轉的底層齒輪已經開始全面崩壞。面對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殘局，俄羅斯的最高指揮層此時此刻又在幹什麼呢？面對這麼一個四面漏風、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俄羅斯的最高指揮層在忙些什麼？答案雖然荒誕，但俄羅斯在令人失望這方面從不令人失望。2026年4月21日，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將軍正在前線指揮部視察，對着鏡頭，這位老將軍紅光滿面，向外界宣布了輝煌的戰績。今年以來，俄軍高歌猛進，已經奪取了超過1700平方公里的領土，一口氣拿下了80多個定居點。這氣勢，烏克蘭的防線下一秒就要全線崩潰。
俄軍坦克明天一早就能在基輔的廣場上閱兵了。但根據戰爭研究所的衛星追蹤地圖和前線看援情報，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真實的數據：從3月1日到4月中旬這1個多月的時間裡，俄軍在整條戰線上不僅沒有像格拉西莫夫吹噓那樣狂飆突進，反而被對手硬生生反推了回去，竟損失了59.79平方公里的陣地，丟了將近60平方公里的地盤，挨了一路的毒打，還敢對着全世界的鏡頭吹噓自己打下了1700平方公里。這種完全無視基本物理定律的地圖開疆，荒謬的讓人想笑，卻又讓人根本笑不出來。很明顯，在莫斯科溫暖舒適的指揮部裡，格拉西莫夫將軍也在玩一款屬於他自己的鋼鐵雄心4。在這場高層專屬的戰略遊戲裡，沒有泥濘的戰壕，沒有被打爆的電郵場，沒有那些漫天亂飛的自殺式無人機，有的只是地圖上隨意畫了的箭頭和向上級匯報時好看的數字。只不過電競以上的網癮少年玩遊戲，輸了最多就是拔掉電源，砸個鍵盤，大不了重新開一局。而這位老將軍在戰區地圖上隨手畫出的那條虛假推進線，代價是用成千上萬個動員兵的生命，是用那些為了500萬盧布簽下賣命合同的大學生的命，一點一點硬生生填出來的。高層在地圖上動動嘴皮子，底層的年輕人就在炮火連天的廢墟裡粉身碎骨。當我們把整個邏輯鏈條拼湊完整，你會發現這場由遊戲引發的徵兵風暴比任何驚悚電影都要冷血。軍方高層在地圖上虛構着勝利，用編造的數據維持着大國的體面，而為了填補這個謊言造成的巨大消耗，整個國家機器可是向下瘋狂碾壓。他們把徵兵的點刀伸向了象牙塔，把目標精準鎖定在那些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甚至因為一門考試不及格而焦頭爛額的年輕人身上。招募官穿着笔挺的軍裝，站在大學的講台上，嘴裡吐出的是500萬盧布的天價支票，是保證遠離前線20公里的承諾，是用玩遊戲的心態操控無人機的大好前程。對於一個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來說，這簡直就是去帶薪打電競。但在這份薄薄的合同背後，招募官絕對不會告訴這些年輕人真相。他們不會說，一旦你到了前線，對方的無人艇攔截網有多麼致命。他們不會說，在電子戰設備的精確定位下，躲在幾十公里外的無人機操作員往往是敵方遠程火炮優先覆蓋的第一目標。他們更不會說，一旦無人機配額打光，或者你的操作考核不合格，等待你的就是被強行塞把步槍編入突擊队。戰爭從來不是遊戲，永遠也不會是。在屏幕上，那只是一個跳動的擊殺數值，一個被摧毀的模型；但在現實中，那是戰場的殘酷，是徹底破碎的家庭，是一代人消失的青春。那些在鋼鐵雄心裡揮斥方遒，幻想着用鼠標征服世界的玩家，沒有獨擋重來，沒有免死金牌，沒有任何人是這場遊戲裡的贏家。視頻的最後，火力軍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屏幕前的每一個你，閉上眼睛代入一下，就在今天，你是一個坐在俄羅斯高校宿舍裡的普通大學生，你剛好有一門必修課掛了科，面臨着被學校開除的絕境。一旦離開校園，你馬上就會被強制徵兵，送進前線绞肉機。就在你走投無路的時候，軍方的人推開門，他把一份合同拍在你的桌子上，上面寫着500萬盧布的巨額簽約費，並且信誓旦旦地承諾，只要你簽下名字，只需要待在大後方安全的地方，像平時打遊戲一樣飛飛無人機就行。面對這份看起来像救命稻草，實際上卻沾滿鮮血的契約，如果你是這些大學生，會怎麼選？好了，關於俄羅斯離譜操作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烏克蘭高超的戰術背後是否有人指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